一晃而过，一档剧带火2位年轻演员，博君一笑作为粉丝语境里的想象共同体，逐渐成为互联网符号。二创、应援、同人、安利接力，热度滚烫，商业齿轮随之加速。可越热闹，越需要界限感。磕 CP 是文本解读与情感投射，不是对真人私生活的判定。内容创作是表达自由，不是越界窥私的许可证。当标题把捞金与末路并置，我们真正要追问的不是谁和谁如何了，而是流量机制如何把情绪拉满，把矛盾做大，把荷包装满。请记住，理智是追星的底线，尊重是真爱的前提。2019至2025，平台形态从长视频到短内容，从社交到算法驱动的信息流，饭圈组织化程度持续提升。MCN、剪辑师、二创团队风起，热词轮番登场，情节梗被不断再生产，情绪被放大，格式被固化，磕点、吃糖、刀子回坑形成标准叙事。与之相伴的是舆情的周期率，高潮分化，冷却再点燃。6年里，个体成长，行业迭代，舆论偏好都在改变，公共互动减少被解读为形同陌路，其实更多是职业路径分叉与风险控制使然。捞金是个强烈词，但放进产业链里，它常常意味着平台靠时长与互动变现， MCN 靠视频与直播带货拿抽成，周边商家吃衍生品红利，内容号卖广告位，个体创作者赚打赏与分成。粉丝呢？以情感驱动，参与内容共建，付出金钱与时间，收获陪伴与话题感。真正的难题是，在商业汲取与情感满足之间如何取得平衡，怎样避免情绪变现挤压理性与善意，如何让创作回到作品本身而不是撕点制造机。公共视野里，联动减少，同框稀少，团队降噪，被一些人归纳为末路。但在艺人管理中，这是常见的风险对冲，避免被 CP 化绑定，减少不必要的解读摩擦。商务合作强调独立品牌价值，法律顾问建议去暧昧化以降低负面联想。于是，少互动等于关系变了的推断便悄然成立。事实上，职业分线、项目节奏、合约安排都可能导致看上去疏远。我们需要对看见解读定论的3步走保持克制。同人是对文本的再创造， CP 是对角色化学反应的延展，这些属于文化消费的范畴，而追着真人贴标签，窥探私欲，将二创当证据，则越过了伦理边界。二创自由不等于越界自由，讨论作品不等于判断私生活。尊重当事人意愿，遵守平台规则，是二创生态可持续的关键。把会创作升级为会自律，把会表达升级为会负责，才是成熟的饭圈文化。暗撕往往不是石破天惊的实锤，而是剪辑拼贴、选择性呈现与语境漂移。常见套路包括旧图新炒、断章取义、标题先行、流量置顶，再辅以匿名曝光内部人士神秘之情的叙事包装，让情绪先跑，事实落后。动机也并不单一，有人为博粉丝对立制造流量，有人为卖货引导战队，有人纯为对抗的快感。识破这些技法是提升媒介素养的第一课。平台推荐机制追求留存与互动，最能勾住人心的往往是矛盾、反转与危机感。情感强刺激让停留更久，弹幕更密，转评更高，于是撕点天然占便宜，而温和、细腻、建设性的内容则易被淹没。要逆流而上，需要创作者在保留叙事张力的同时，提供信息增量与价值密度，用事实、脉络与方法论，让受众因为更懂了而停留，而不是因为更气了而上头。商业合作看重可控性与正向联想。面对 CP 话题，品牌往往会选择去 CP 化的表达，只谈专业与作品，不碰模糊空间，把投放从粉圈转向更广的人群细分，在风险提示中加入拒绝网暴、抵制造谣的条款。公关团队则倾向低耦合，各自独立，彼此成就，避免一损俱损的舆情绑架。这些理性操作会被情绪化社媒解读为末路，却是职业化的常态。
磕 CP 是集体叙事共创，大家在角色化学反应里投射自我，寻找理解与陪伴。同人创作提供了情绪的出口与美学的 playground。可当投射过深，角色与真人的边界一旦模糊，失落、嫉妒、排他就会出现，支持各自安好的与坚持永远同框的发生分裂。与其把冲突归咎于黑粉渗透，不如承认每个个体都在与不确定性相处，学会把热爱升为善意与理性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名誉权、隐私权、肖像权、著作权都可能在饭圈冲突中被触及。截图搬运需尊重版权，恶意造谣要承担法律责任，跟拍窥私可能触犯治安法规。平台治理趋严，反黑维权既要守规则，也要知止，不以暴制暴，不以人肉为正义。理性的止损往往胜过情绪的上头。韩日欧美也有 shipping 文化，但商业化路径各异。韩国更强调经纪公司统筹，粉丝经济工具化；日本同人产业成熟，活动规范化；欧美强调同人自由与作者文化，圈层更松散。对照之下，我们更需补上的是制度化的活动场域与可持续的创作生态，让创作与尊重并行，让商业与伦理同频。不只向任何个人抽象一个常见流程 ，A 号剪出反常细节，B 号提炼成疑似证据，C 号写长文串时间线，D 号制作实问实答引导战队，随后情绪奔涌，阵营划线，标签飞舞。等到真相澄清，热度已过，成本外溢到被牵连者、无辜路人和公共讨论空间。面对这种内容工厂化的私，最好的应对是延迟判断，反向求证，降低转发冲动。第一步辨源，看信息从哪来，是否有一手证据。第二步查验，同一素材被谁二次加工，删了什么，补了什么。第三步控诉，先收藏在评论，给自己一晚的冷静期。用这套小方法，你会发现90%惊天反转经不起时间检验，剩下的1成也往往只是误读与误会。当事人团队为何常常沉默处理？因为任何话术都可能被再次解读，甚至被当作新的撕点。在高度争议场里，最优解有时是降低暴露面。真正的沟通不是句句回应，而是稳定产出加清晰定位，作品说话，专业说话，公益说话。情绪的火会熄灭，作品的光会留下。光在于它激活了创作，连结了彼此，推动了公益；影在于它容易放大投射，诱发对立，滋生越界。我们不必因噎废食，也不能纵情狂欢。理想的状态是把磕的快乐留在文本，把爱的边界守在现实，把吵的冲动化成做的能力。做一期高质量视频，写一篇走心长评，组织一次透明募捐。平台政策趋稳，圈层审美升级，粗暴的流量炼丹术正在失灵。AI 赋能二创，提高了门槛，也带来版权新议题，粉丝结构分层，情感诉求更细分。下一个周期的赢家，不是喊得最响的嗓门，而是最能提供信息增量加美学表达加伦理自觉的创作者与社区。把热爱留给作品，把尊重留给真人，把情绪留在评论区的理性讨论，把金钱花在值得的内容与公益。遇到挑衅时，试试微笑加绕行；被误解时，试试事实加耐心。与其为一时的撕扯得失，不如把自己修炼成温暖的光，照见同好，也照亮路人。6年捞金形同陌路，黑粉暗撕，这些强刺激词汇容易让我们忽略本题。如何建设一个可持续、可对话、有边界的粉丝文化？愿我们在热闹之后，依然能保留清明与温度，让创作更好看，让讨论更有用，让善意更有力。若有遗憾，请把它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。感谢你读到这里。如果这篇长文对你有启发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并订阅本频道，也诚挚邀请你在评论区理性分享你的看法。你如何看待 CP 文化的光与影？你有哪些提升媒体素养的小妙招？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推动健康讨论的一份力量。谢谢。